在江爷爷的第5篇日记中提到，其实自己和熊猫馆的饲养员在福宝出生的第30天里，偷偷为福宝庆祝了一下福宝的满月。这天福宝长到了1公斤，熊猫馆的所有饲养员都一起来庆贺，以及爱宝乐园的2个院长都来到了熊猫馆为福宝庆生。看江爷爷开心的，自己好大孙过生日，简直不要太激动。这时的福宝从起初的全身粉色初长成了黑白颜色。这时候爱宝不再每时每刻的将福宝抱在怀里了，开始试着在福宝睡着时给福宝放在地上，自己去一旁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。江爷爷每看到爱宝的新举动，就会感叹很神奇，就好像有人教过一样，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让其干什么事儿。江爷爷科普道，对于熊猫宝宝而言，在刚出生时他们是没有调节昼夜节律能力的，很多时候一睡就是1天，而他们又无法自主排便，所以爱宝就需要一直为福宝舔舐、辅助排便等工作，所以爱宝很累。看似爱宝是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很悠闲，但实际上爱宝注意力需要一直放在福宝身上，一刻也不能分神。这就是大熊猫母亲的角色为什么如此重要。昼夜的温差大，需要靠妈妈的体温来维持。而在福宝30天左右时，饲养员们为福宝做了一次全身的体检，而之后福宝就全母乳喂养了。福宝自此就没有再喝过饲养员们的盆奶。根据江爷爷的统计，这个时期里的福宝1天需要吃4次奶，而同时这个时期里的乐宝也在恢复自己的体力。江爷爷也会为乐宝准备月子餐，也会准备一些鲜嫩的竹子和竹笋。很快福宝能够自己调节体温了，以后检查时不用再必须从孵化箱里做检查了。这时吴凯奶爸在江爷爷身边陪着，江爷爷检查福宝时很是小心，而这时也是福宝经历的第1个秋天。虽然福宝还无法享受室外秋天的感觉，但通过福宝的眼神中可以看出，福宝现在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更加坚定了，更想要快点长大了。江爷爷和宋爷爷对于福宝的出名从来没有认为是自己的功劳，江爷爷也多次表示福宝的出名更是大家的努力。 福宝가 그렇게 유명하게 되기까지 아마 저분들이 다 함께 협심해서 아마 함께하지 않았을까라는 생각을 해서 정말 고맙고 감사한 분들이네요. 而对于福宝来说，除了爷爷和一直默默支持他的宝家粉丝们，福宝最该感谢的应该是他的妈妈和爸爸，因为福宝从小是由爱宝贴身抚养长大的。这段时间里，爱宝同时也把自己所有本领都交给了福宝，而福宝能成为爱宝的女儿，也是一件有福气的事情。因为爱宝的情绪比较稳定，更有一套自己的育儿方式，福宝能有现在这般拟人的样子和开朗活泼的性格，也都是因为有爱宝教育和陪伴。小时候福宝经常挨打，这是爱宝在及时纠正福宝的错误。不过爱宝虽然总是动作幅度大，但用的力气很小，而从小跟着妈妈幸福长大的福宝，想不优秀都难。而爱宝这里，为了将福宝带好，则是劳累了福宝的整个童年。有时候劳累的倚靠在福宝滑梯上就睡着了。江爷爷看了爱宝这个样子，都难免有些心疼。而对于乐宝，虽然对福宝只有生育之情，没有养育之情，但对于当时能够和爱宝顺利生下福宝，乐宝在当时也是自己承受了所有。江爷爷曾表示，因为雄性大熊猫和雌性大熊猫在恋爱期间，雌性大熊猫的情绪容易激动，以至于会攻击雄性大熊猫。但爱宝和乐宝恋爱期间，乐宝对爱宝一直都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任凭爱宝对着自己发泄。 워낙 러버가 성격이 좋은 아이잖아요. 좀 시기가 이르거나 그럴 때는 암컷이 또 심하게 공격을 하거든요. 공격을 하는 것에 대해서 러버가 잘 받아줬어요. 이런 서로 호흡이 잘 맞는다. 그런 생각들이 들었을 때 그때 잘 되겠구나라는 느낌이 있었어요. 而福宝现在这乐观开朗的性格，以及不管去往哪里都能很快适应的乐宝的基因要这么大。今天瑞宝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，爷爷说大熊猫咬对方的鼻子就是在传达对他的爱。今天我给妹妹的鼻子咬了大大的一口，这下妹妹就知道我有多么爱她了。最近瑞宝和辉宝早上上班时，太阳越来越大了。现在姐妹俩每天早上出门时，因为太阳太过于刺眼，导致姐妹俩都不想出去。瑞宝凑在门口，小心试探着适应外面的光线。这天姐妹俩适应的太久了。 游客们都已经来到园区了，于是圣西阿姨便出手了。瑞宝看到姨母来了，挤进姨母怀里，让姨母摸摸。瑞宝直接可爱成了球，这娇滴滴的模样让圣西姨母根本把持不住，将瑞宝放到怀里一顿揉捏。而叫辉宝上班的方式与瑞宝有点不同，带辉宝上班只需要圣西阿姨伸出自己的皮靴，辉宝看到皮靴后就会立马跑过来抱住。而此时的瑞宝已经开始在园区肆意的玩耍了。 辉宝这里还在抱着圣西阿姨的皮靴和皮靴贴贴，
辉宝就这样抱着圣熙阿姨的皮靴，不想再松手。圣熙阿姨看准辉宝走开的时机，赶紧跑开。辉宝眼看圣熙姨母走了，立马跑去找姐姐。辉宝爬上树后就开始挑衅姐姐，但咱瑞宝只是比较文静，也不是面团捏的。为了反击辉宝，瑞宝一口就咬在了辉宝的额头上，辉宝额头上的皮套都被咬出印记了。而挨揍后的辉宝非但没有远离姐姐，反而又凑了上去。瑞宝回头看到辉宝又过来了，这次瑞宝直接瞄准辉宝的鼻子就来了一口，表达自己对妹妹的喜爱。辉宝发觉不对后，急忙推开姐姐，表示这样自己会变成大鼻子熊的，那样自己就不漂亮了。一会儿姐妹俩分开后，圣熙阿姨还偷偷观察了一下辉宝的鼻子，发现辉宝的鼻子真的有变大，左边的鼻孔看上去明显比右边的鼻孔大许多。姨母表示这样看上去反而更可爱了。而园区里没有镜子，如果辉宝看到自己的鼻子被姐姐咬大了，一定会当场报仇的吧。圣熙阿姨像往常一样抱着竹子来到园区，但今天与其不同的是，瑞宝此时正躲在门口。瑞宝看到圣熙阿姨走后，先是回头确认了一下圣熙阿姨有没有发现自己，确认圣熙阿姨没有注意到自己后，瑞宝嘴角止不住的上扬。此时瑞宝的计划已经完成一半了。瑞宝走到通道门前，一下站了起来。就在姨姨们以为瑞宝根本没法打开通道门时，下一秒通道门就神奇的被瑞宝扒开了。这一幕直接震惊了在场的所有游客。通道门打开，瑞宝淡定且自然的走回了房间。瑞宝自己给自己下班了。瑞宝爬回房间后，圣熙阿姨才反应过来瑞宝不见了，立马跑回去给瑞宝抱回来。以瑞宝现在这聪明程度，如果再给瑞宝加以引导，将通道门开开，完全可以让瑞宝自己上下班。瑞宝这毛大衣里面的小孩一点也不输福宝毛皮大衣里面的小孩。瑞宝不愧是宋爷爷口中懂得思考的小熊。노는것보다는좀더잠자는숲속의공주같은有勇有谋，是一只有自己想法的小熊。这也让不少姨表示，瑞宝和辉宝真的是向着自己的名字长的。而瑞宝现在所展示出来的才智和心智，完全不像是一只仅有300天的大熊猫。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宝家所受欢迎的原因之一。宝家成员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工作，总是很容易让游客们共情。在昨天，圣熙阿姨和江爷爷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，顺便给姐妹俩喂奶。辉宝这里不知是不是因为爷爷和姨母来到园区的原因，心情格外兴奋。人家瑞宝和陈夏起来吃饭了，辉宝这里还挂在树上，等待着和爷爷玩抓自己的游戏。直到辉宝看到爷爷连连摆手，没有要过来的意思，辉宝这时才跑了过去开始吃饭。这大大咧咧的女人，没像是一个女孩子。而瑞宝这里此时已经吃完了，瑞宝吃饭的这几个眼神和动作够辉宝去人类。直到看到江爷爷对着瑞宝摆手，让瑞宝去找宋爷爷，而瑞宝依旧毅然决然地选择江爷爷时，我才明白大家为什么叫瑞宝为江小瑞，辉宝为宋光君了。看来瑞宝和辉宝对于爷爷的划分和选择已经刻进骨子里了。因为从姐妹俩小时候开始，两个爷爷的带娃方式就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瑞宝和辉宝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对于瑞宝将爷爷照看的多一些，而辉宝则宋爷爷照看的多一些。而这也让瑞宝和辉宝选定了彼此要更依赖哪一个爷爷。例如在姐妹俩小时候，宋爷爷真正意义上接触姐妹俩时，宋爷爷先碰到的也是辉宝。宋爷爷小心翼翼地将其放在手中，而辉宝此时不断地挣扎，直到爷爷给用手指轻轻地挠了挠痒，这才安静了下来。而宋爷爷触碰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便将其小心翼翼地放了回去。而宋爷爷不知道的是，自己与辉宝的奇妙缘分就此开始。小时候的瑞宝和辉宝在某一个阶段里色差也很明显，因为瑞宝长时间被妈妈带着，身上都被舔得粉嘟嘟的了，而辉宝一直由爷爷带着，所以身上白白净净的。辉宝也是在这个阶段接受了宋爷爷经常在自己耳边的碎碎念念，甚至慢慢被宋爷爷影响，拥有了宋爷爷同款的话痨碎嘴子。别人都在乖乖睡觉，只有辉宝在汪汪叫。而辉宝也从小就展示出了自己调皮的性格，这或许也是来源宋爷爷的影响。而宋爷爷总是和小孩子一样，陪姐妹俩打闹玩耍，还会给姐妹俩制作小玩具，这些都深得辉宝的心，所以辉宝更喜欢跟着宋爷爷。而江爷爷与宋爷爷不同的是，江爷爷跟宝家交流更喜欢夹着声音说话，这很中意于从小到大都很文静的瑞宝。同时江爷爷很喜欢夸赞瑞宝，而瑞宝也在江爷爷一声声彩虹屁下选择了江爷爷。不过当只有一个爷爷在园区时，那就无所谓了，而是谁先抢到算谁的，谁先能引起爷爷注意，那就是谁。